古先生，古先生，给你道喜呀！啊，给你道喜呀！古先生，盐田收回来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钱是哪儿来的？哼，否则呢？否则，荐送进京，要你的脑袋。哎哎哎，看看，结实不结实？结实啊！啊，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！来呀，荐送进京。这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，调离两江啊。你这一路上呢，也不寂寞，我们相伴而行。臣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，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，已焚化其尸。在场多人可以作证。臣在两江任上，已得钦犯口供，并已查实，所谓巨额货款云云，都是街谈巷议、其中野语，不足为凭。钦犯已死，臣看管有书，愿自领其罪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明日走陆路，派快马送入朝廷。大人，这样就可以了？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？朝廷红着眼睛要钱，岂非更加儿戏？不用怀疑，你已经死了。瑞林把你交给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个尸体。他怎么来了？他自己要求的。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。我跟谁混也比你强。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。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。行了，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，你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。不然呢？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。为什么走？去哪儿啊？出去转转。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，想看点新的东西，学点新的东西。将来要是有机会，再回来吧。你自己保重吧。我明白，你爹娘的坟我会去帮你扫的。我还会跟你爹说你去了哪。好，这样便好。还是要回去种茶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。或者换个名字，继续做生意，是不是？
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。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。心灰意冷啦？也不是，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，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，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，在这片天空下，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。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儿吗？青山一发是中原，到他该出世的时候，自然会出来。财富如海，众生作舟。浮沉一世，无非是个过客，又何必太在意？你的中国朋友送来了礼物。小虎啊，经此一战，血溅轩辕，丧敌之胆。清廷大肆搜捕，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，幸之。如今大清垂垂老矣，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，非有大能力者，改换乾坤，令我4万万同胞除旧布新，自强自立，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。若神州入尘，文明尽丧，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。听闻你为革命筹款，附赠支票1张。革命若不进，吾自当全力供应。天下第一茶回来了！
备了，快请快请。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，你仔细的看一下。大家伙儿都听说了，你跟洋人交办，要做生意打赢他们，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，咱们是要钱出钱，要人出人。诸位，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。我需要今年的春茶，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，特别是1级茶和2级茶，给我留住了，听我号令。好，大家伙都说好了啊，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，切不可毁了大局。李兄，等你一天了。哎呦，这一路给我颠的，骨头都散架了。快，上车坐着。哎，好嘞。我说我来接你，这一出门啊，看到这马车，就觉得手痒痒。几十年没赶了，这一上手，还挺稳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坐？敢啊！你走稳一点啊。小子还挺挑。这样。还记得王天贵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他无子无女，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。他的那些票号当铺呢？那就天晓得喽。天晓得。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吗？它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它在大伙手里转圈儿，在谁那儿多待一阵，那是老天爷疼他。这样。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？怎么回到咱们这儿，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？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，特别饿。我在金陵的时候，我都愁得吃不下。哎，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，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？啊，对啊，什么对啊？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？大奶奶，我错了。我还跟玉儿说呢，这孩子一出生啊，一定要认您做干娘。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，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。这可是真话呀！当然是真的了，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。坐吧。不过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老娘一走，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。哎，行了，兄弟，讲正事儿吧。带了什么大买卖来了？你可不知道这10天把我累的。我先是把湖州、金陵一带的4场都跑了个遍，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。从你们这儿走以后，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，他常年经营丝绸，他的库存肯定很多。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，拜会一下总理衙门。为什么呀？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，这万国公法里说，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。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、丝绸、药品、瓷器这么4大类。瓷器嘛，我不是很懂，其他3样我还有些门路，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。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。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再走远一点，一直往西过印度洋，到英国人、美国人那里去卖。他们既然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来，喝一个，这有点吓人。我也喝一杯。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，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？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？不能赢吗？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，
想要生意做得大，市场就得大。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七北六13省，除了5个产盐区，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。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？左手倒右手啊，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。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，多花点钱，他们也愿意。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，那就天晓得了。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，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。兄弟，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，志气是很大，但根本做不到。我之前出国，你也知道，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，利润是高一点，但是我们坐着洋人的船，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。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，恐怕10年、20年都不够。我可没10年20年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人力有时尽。再说，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，都不算经商了，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。你是太异想天开。你进的蚕丝、茶叶，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？大清国明文规定，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，对吧？你这是犯王法。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，海关能同意吗？商船会答应吗？据我所知，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。还有最后一件，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，把东西运到印度，我问你，哪儿是你的货站？哪儿是你的大本营？哪儿是你的分店？谁是掌柜？谁是伙计？你到的时候，两眼一抹黑呀！你卖给谁去啊，兄弟？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，最多也就是2、3个月的经营时间吧。茶叶会老，蚕丝会旧，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！夫人，你没明白？我当然明白了，他是想敲山震虎，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本的给吐出来。可问题是，想照方抓药，能办得到吗？这个不像一个杀人的地方。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？中国人不都是要靠官做的吗？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。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。少爷，他们来了。给大人请安。李钦，本都奉旨抄家，你可知晓啊？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。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，使两江元气大伤。本都此次进京负荆请罪，圣母皇太后震怒。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，但毕竟是大清臣民，如若幡然悔悟，咱们还有商量；否则，可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？自从我爹死了之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。
按照大清律，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。是嘞，李庆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鹤洋行的合伙人，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。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。李谦，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吗？我没祖宗。胡闹！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什么叫没有祖宗？鬼话！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吗？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古都不知道，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爹死了之后啊，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。您就甭费那心了。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？你的话说完了，走吧。投降！亲本家人，奈何做贼呀？这么好一家，没了。我的家早就没有了。就在我爹说假话骗我的时候，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。你加入东印度公司吧，半年后，你可以执掌大清国最重要的产业。以后可以买更好的房子。你能赢吗？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。狡猾没有用，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，靠实力，靠大炮。你的兄弟难道比东印度公司还强大吗？五兄弟，哎呀，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！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。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，要说聋，我早就聋了。走，带你看货去。嗯。五兄请进，打开吧。咱们先看看货。这简直……怎么样？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，
借了你的货，我才发现，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。这徽州的刺绣啊，自然也是不错的，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，那肯定是比不过。你再看我这些绣娘，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，自小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，其他什么用手的活都不干。为什么呢？你看我们这双手啊，只要是干过一点粗活，就没那么圆润光滑了。我这些绣娘们自小学习刺绣，事事都得人伺候。不瞒你说，每天得用上好的蜡护手，这样才会在这些丝绸上几千针、几万针的刺绣，而不留一点痕迹，也不会把这绸面上磨起一点毛来。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，你不干这个，我才敢告诉你。财神，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，不像我，贪多嚼不烂。来坐，你们下去吧。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，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？我听说财神和祥和洋行有生意往来。这丝绸上的生意，祥和洋行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。理查德是个老鬼，你未必斗得过他。斗不过也得斗啊！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。财神，无论如何，你得助我一臂之力。哎呀，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，你倒说说看，有什么好办法？要是能赢，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。我想知道，他们东印度公司驻牌在大清的，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？那自然不是。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，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？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，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，它的确是最大的。规模我不需要太大，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《战国策》里学来的，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。这话从何而来啊？我需要你库里最上等的好货。这好办，你看上什么了尽管说，要运到哪里，我租船给你运过去便是。不能用普通的船运，我想联系一下英国公司，用他们洋人的船运到印度，或者干脆直接运到英国。我还需要你陪我跑一趟上海，面见海关道的赫德大人。我要出海西行，围魏救赵。这船我怕是租不来。这船，自然有人帮我租。我知道你跟赫德大人交好，所以我怎么也得拉着你陪我一起。